2022年里面，全球90%以上的国家都面临经济衰退的问题。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的这个钱包缩水了，白物上涨，让你东西越买越贵。吃一个经济饭自助餐就要10多块马币了。看着不断减少的这个存款，你可能会感到越来越压力。但你知道吗？反而富人在这个经济萧条的时候，财富是不减反增了。给你看一看世界10大富豪里面，从2020到2022年的财富表现，在经过了疫情危机、经济衰退里面，他们的财富平均增长了57%。到底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呢？而为什么富人总是可以越来越富？是他们比较聪明吗？还是原本的经济系统就是设计来保护富人们的呢？你好，我是熬夜，我是一个网络创业者，在这里我将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有关于投资理财和创业思维、个人成长等的课题，让你学会如何过上一个更加有效的人生。那么今天我就来和大家解析10个为什么富人在经济萧条当中还可以持续获益的原因，并且可能是你不会想要知道的真相。首先是政府紧急救助资金。每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人们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然后间接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消费水平嘛，而这也导致了很多的企业会面临损失，有可能会倒闭。但重点是，如果大企业面临倒闭的这个风险，那么可能就会裁员，而失业人数呢就会上升。那么恐怕有很多的群族是没有办法度过这个经济危机的。因此，许多的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呢，都会动用国家的紧急筹备金去救助这些大企业。就比如2008年的时候，美国政府就用了2000亿美金来出手拯救了许多的这个金融机构。那么其他的国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就比如马来西亚的 1MDB， 那些被挪用掉的钱，那些需要填补的这个负债空洞，是由谁来承担的呢？没错，就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这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呢？当你在面临失业或者是这个财务困难的时候，国家并不会对你伸出援手，反而是那些大企业就能够得到国家的资助。而当经济增长的时候呢，富人也能够赚到更多的钱。经济衰退的时候，他们也第一时间得到国家的帮助。这就是富人能够安然度过经济危机的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很多富豪们所用的企业，大部分都能够牵动国家的经济，同时也牵涉了很多的利益关系在里面。倘若面临倒闭的风险，将会是唇亡齿寒。所以说，国家政府的决策将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人们的生活。选择适合的政府对于我们的未来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一定要记得要去履行公民的责任，因为你才是一个国家的老板。用你手中神圣的一票，选出理想的人民服务者吧。第二，经济危机来袭前，马上抛售掉手头上的股票。富人永远对于市场有这一个敏锐的感知，除了经常会观察全球的经济走势以外，也会获得普通人没有办法获取的内部消息。走一步，看2步，想3步。在2020年，当新冠疫情病毒开始扩散，许多富豪就已经透过新闻和自己独到的这个看法，开始抛售做空股票和资产，从中就赚取了超过500亿美金。潘盛广场资本管理的这个 CEO Bill Ackman 更是利用这个时机，在疫情还没有彻底爆发之前做空股市，而在疫情的时候，政府津贴时就做多，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就用2700万美金，透过高卖低买的方式炒成了26亿美金，成功把自己的身家翻了100倍。第三，很多富人都会趁着这个全球大促销的时候购物。当经济开始下滑，普通人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是否稳定，担忧下一个月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来支付开销的时候，富人却开始悠哉闲哉的购物。但他们购买的绝对不是这个厕所上的这个卫生纸而已，而是呢趁着经济萧条、各大企业资产缩水的时候，果断的趁低买入。经济萧条对于富人来说，无疑就是一个促销日。那目前截至2022年11月为止，股市就下跌了超过20%，正是富人们入场的时机。我们可以看到，巴菲特正在积极的购买资产，也包括了自己公司的股票。这一项都秉持着他的理念：当别人在贪婪的时候，他恐惧；当别人恐惧的时候呢，他却做到贪婪。只要你提前做好准备，就能够更好的应对经济萧条，甚至还能够利用这个经济萧条让自己获利。那如果你也想要学习投资，利用世界优秀的公司来帮你赚钱，分享他们的红利的话，也可以点击下方的这个链接来领取我用心制作的15个高价值长青投资标的的免费 PDF， 让你学会钱滚钱，快速掌握股市的投资思路以及价值投资的标准。
那么之后呢，我也会推送一些有关于投资获利的这个干货教学给你，尽早学习投资，才不会老来两手空空，不断的被通货膨胀稀释掉你的财产。第四，购买倒闭的公司。如果你正是一个企业的老板，手头上拥有一定的资本的话，并且你也正在准备扩张你的事业，发展其他的领域，那这个机会就是送给准备好的你。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总会有一些公司因为资金的周转困难而导致关闭，而这些公司呢，都是拥有完整的这个公司的架构，符合市场要求的技术以及成熟的团队。在经济萧条的时候，你可以直接以折扣的价格购买完整个公司以及他们的运作体系，你只需要投入资金，那么整个完整的公司就能够直接开始运作了。很多的大企业往往就在等待对手失败，或者是处在于这个倒闭的边缘，然后他们就可以趁机会的低价买入。试想看，新冠疫情期间很多的这个航空业或者是船只行业，顾客大量的减少情况下，收入巨减，开销依然庞大。那么这些公司因此而大量的亏损，但是难道他们所拥有的资产是一文不值的吗？并不是，很多的这个飞机和船只呢依然是有价值的，只不过它们的价值是在于使用。如果不能使用的情况下，就犹如一般的这个废铁一样，因为不能够给公司产生价值。第五，购买房地产。除了可以趁这个经济危机投资股票或者是基金以外，也可以以便宜的价格购买房地产。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人因为经济压力还不起房贷，导致房子会被低价拍卖掉。同时也会有很多的发展商为了维持资金正常的运转，在低需求的情况之下，就会开始以各种的促销优惠，变相的降低房地产的价格来出售。那么这时候呢，富人将会以这个折扣价来开始购买房地产。虽然这时候购买房地产看起来很像是一个傻子一样，因为呢，这个资产价格会不断的缩水，还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经济衰退什么时候会结束，然后开始回升的。但无可否认的是，经济萧条之后，市场将会迎来一轮的这个经济复苏，然后这时候所有的资产将会迅速的上涨，帮富人填补之前所有的这个损失，甚至赚到可观的收益。就像是《富爸爸穷爸爸》的作者 Robert Kiyosaki 一样，就是靠着金融危机大量的购买房地产而致富的，所以到现在为止，他还是非常的推崇房地产的投资的。第六，低利息贷款。由于国家经济停滞不前，然后这时银行呢也会同时受到亏损，然后为了提高收益很多银行都会采取这种低利息的政策，专属给那些富人而已，来鼓励那些富人呢来借更多的贷，然后他们从中呢就可以赚取更多的这个利润。那富人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呢，以更低的利息借到更多的钱，投入在自己的生意里面，或者是进行更多的投资，都不需要支付昂贵的利息的。那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到呢？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信用评分，因为过去呢，在他们借钱的时候呢，他们都是有能力来偿还的，所以他们的信用评分呢，都是比起普通人来的更加的高的。所以拥有了这个高的这个信用评分了之后呢，银行呢才会给他们更好的这个利息优惠。这就是为什么富人可以在这个经济萧条当中借到更多低利息的钱，来去让自己的资产不断的增长。第七，降低成本。经济危机来袭，对于那些有足够资本能够挺过的这个企业，无疑就是一个好消息。然后处在于收益降低、成本过高的时期，企业呢就会想尽办法降低不必要的开销，这促使很多公司开始裁员。而在经济萧条的时候，员工也会特别重视自己的饭碗，担心自己犯错而导致失去工作。那么这时候呢，企业呢就不需要特别的高薪或者不断的提升这一个薪酬来去留住员工了。那这也大大的降低公司的这个开销，这就是经济萧条当中社会不平衡的状态。越多人找工作，企业所需要支付的工资却越低，因为永远有人能够代替你来上班。你必须认清楚，公司不会因为没有你而倒闭的。根据一份2022年的这个平均薪酬的报告显示，在疫情来袭的时候，经济大幅的衰退，平均的薪酬也大幅的下滑，一直到2021年才有所上升，但却没有办法弥补回2020年的损失。因此，历史的数据就告诉我们，经济危机并不会对国家或者是大型企业有所冲击，而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是有蛮大的影响的。第八，资产保值。2022年的通货膨胀率创下了历史新高，很多的国家为了拯救经济，总是会增加这一个货币的流通，这就直接导致了货币供应过足，而导致通货膨胀。而富人最害怕的就是通货膨胀了，他们担心自己辛辛苦苦赚到的这个钱
放在银行里面，不断的在缩水，不断的在贬值，所以早就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后路，那就是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其他的资产上面，比如贵金属、房地产、企业或者是其他保值升值的资产上面。同时呢，也会分散投资到一些比较稳定的货币上，例如瑞士法郎或者是挪威克朗，因为这些资产不会遭受到大量的生产而导致贬值，能够最大化的保留原本的价值的。第9，获得政府的合约。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家为了振奋经济，需要更多人可以得到工作，找到就业机会。因此呢，很多的国家就开始很多大型的这个基础建设。然后这些基础建设的合约到底会交给谁呢？没错，你猜对了，那就是分发给大型的企业。因此，那些拥有大型企业的这个富人呢，将可以靠这个国家分发的工程赚上一笔。当然，他们也身负聘请员工和确保人民饭碗的职责。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There's nothing more recession-proof than government contracts。”没有任何的东西比起政府的合约更可以抵御通货膨胀了。第10，购买奢侈品。普遍上来说，一些优质限量的收藏品并不会在这个市场上面看见，但在经济萧条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人生意受到影响，而被迫售卖掉自己稀有而昂贵的收藏品，来换取资本来去救活的。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能够在报章上看到一些稀有的收藏品被拍卖出天价的原因。这类型收藏品的价格不会轻易的受到市场经济走势而影响，所以还是受到很多富豪们的青睐。然后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收藏家有意愿出售某一个珍藏品的时候，代理人马上就会列出对于这个收藏品感兴趣的富人名单，甚至是会直接低调出价，就想要马上把这个物件带回家的。经济衰退是经济周期的一部分，有经济飞涨的时候，就会有经济衰退的时候，这是无可避免的。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前做好准备，以免被突如其来的这个经济危机而遍体鳞伤。世界第2大战之后，美国一跃而起，成为了世界第1个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美元成为了国际货币，所有国家的货币必须和美元挂钩。就算美联储一直不断的印钞票，美元依然能够保持着原本的这个价值。但到了现在，世界经济的轮盘已经开始运转了，到最后，美国是否还能够保住领头的地位呢？而世界经济领头的更迭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通常会伴随着战争，例如第2次世界大战，又或者是最大的恐慌，同时也会进入经济萧条的时代。然后对于这样的观点，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留言在下方让我知道。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但我们可以识别现在的状况。2020到2022年的疫情危机并不是最大的恐慌，真正的危机正在悄然来袭。那不管结局是如何，我都希望你可以做好准备，在这一个动荡的世界里稳扎稳打，透过知识和学习武装自己，勇敢的去面对各种阻碍。谢谢大家观赏，那么今天的影片就讲到这里了，也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和分享，启发更多的人。我是熬夜，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了，谢谢大家，拜拜。